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啊，他自己的肩膀啊不是很好，一到刮风下雨天，这个肩膀里面啊就发酸发胀。有的时候啊，日常当中做家务、做事，整个肩膀当中啊就感觉特别的酸，一抬起来以后啊，嘎吱嘎吱响。时间久了以后啊，这个地方活动起来也受限了，而且一动啊，它有的时候还会产生这种酸酸胀胀的感觉，特别是到某个特定的角度，这种感觉会来得更加的明显。我们一般把这样的情况叫做50肩，那么它有一个更广的名字、更响亮的名字，叫做肩周炎。那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分享一套传统的动作，这一套动作你只要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哎，这个肩膀一下子轻了好多。坚持做一段时间以后，里面堵着的地方逐渐的就给打开了。那么咱们今天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干货内容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们现在来讲动作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要找上2个点。这2个点，每一个点都是重中之重，可以说是我们肩膀上面的锁就在这儿了。第一个点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肩膀中间。一般来说，比如说我做左侧肩膀，以我左侧为例啊，我往后面做一做，你们看啊，把手直接放在肩膀上，就这么正常放着。那么我食指的位置在我们肩膀中间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点。这个点上下大约在2到3指这个距离。你们会在其中找到一个非常酸胀的地方，但是要解开这个锁的机关，一定要记住了，光这样做没有用啊。我们怎么去做？要把这个左边的手，你看手背朝着前方，叉着腰，这样去做。你们看摸起来是不是能摸到一个圆溜溜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把里面的一些重要的点给它锁孔给它暴露出来了。你要解锁嘛，首先要把钥匙插在锁孔里面，对不对？把另一个手呈这个形状啊，小鸡啄米一样的姿势来啄进去，在哪里？再讲一遍，2个肩膀啊宽度的中间啊，大约在这个位置，这条线，你啄着从上往下去这么转，你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的酸，这个感觉啊，就是你一放上去就明显的感觉到酸酸的、溜溜的啊，感觉这个地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就找着这个很酸的地方，你们就把手，你看从侧面看，这么啄进去以后，就这么转，就在侧面啊，就这么转，转着转多少下？转上一个20下到30下。做完了以后，所有的朋友们啊，你做完以后，你自己要先怎么样验证一下？毕竟咱们这个动作说出来了，做完以后一定要有说法的。比如就像我现在，我做快些，做完20下以后，来把你的肩膀2个肩膀同时向后展开，你感受一下，你看一下我的两边，啊，向后展开会明显的发现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肩膀只要一向后打开，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锁被打开了，松了，经络打开了，而且很多朋友这么一活动，发现哎，它展开的程度不一样了，肩膀一耸，发现轻松了。这只是咱们讲的一个点，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方法。重要的点就是在于手要叉腰，你不叉腰，你这样转，你转个50下意义都不大。好了，再接着我们第2个点是在哪里？在我们的肩膀的一个弯折处啊。眼睛下掉，有点反光。来，所有家人朋友们看好，我的肩膀从这里过来了以后，在这里弯折处，就这个点啊。我们把手2个手指或者3个手指，你把这里一摁住了以后，比如说一样是拿我左手做一个比方啊，我这个手要怎么样？往后转，这么转，你看转着往后，然后你看往后拉，就这么往后一拉。你会发现里面有个东西凸起来了，有的朋友他感觉不到，有的朋友能感觉到。你一定要记住，手往后啊，手背朝前，手掌朝后，就这么往后，这么一往后，哎，它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手就这么来回的在往后动，这个手摁住不动，这个手往后动，让里面的点往上顶，因为里面我们讲这个地方有个角叫肩胛骨上角。它在往上顶的时候，就直接从内侧把我们这个地方给松开来了。有的朋友这个地方它特别的硬，特别的厚，它做起来以后啊，它让别人手上很有力的，它都力量都透不进去。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它的一个弱点就是在里面，外面它很厚，但是里面很薄弱。所以我们利用肩胛骨的一个上角，来回的上下的拨，就像我这样，你看手背啊朝前，手掌朝后。然后来回的动，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啊，这叫什么？这个呢就叫做4两拨千斤啊，慢慢的做。
好，你做上一个20下以后，两边都做完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肩膀活动一下，你自己感受感受，两边打开感受感受，抬一抬，是不是发现不一样的？这就是咱们讲的把它松开来。同时呢，我在后面再教给大家一个小点，这个小点在哪里啊？就是如果说你发现往上抬还有点费劲啊，把我们的手这么并拢，这么扶着我们的肩膀，这么扶着肩膀，手并拢，小拇指的这条线，这条线你就怎么样？对着上面，用小鸡啄米的姿势对着上面转，啊，这个地方你对着上面转就可以了。转开，你一转，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硬硬的，像绳子一样的，把这个地方转开20下啊，一样的。做完以后，你再活动活动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般把它通称为叫做肩三点。其实2个开关，一个是在这儿，一个在这儿。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一个什么呢？你抬不起来，你就坐这儿；你抬得起来，你这个地方就可以不用做了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自己试一试就知道其中的玄妙之处。而且你做完以后，你会发现松啊，状态好啊，这种感觉难道不棒吗？其实年头带尾才做了多久？1分钟不到的时间。好了，今天的方法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们这里有一位阿姨，今年62岁。这位阿姨和我的关系非常的好，她的一些事迹我是知道的。我今天把她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典型啊，为什么呢？因为她以前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她的这个肩膀一直是她的心头患。每逢只要到了季节交换的时候，那个时候她50多岁季节只要一交换，这个地方它就必然的里面会有一种像拿着电钻往里面钻的感觉。深深的，而且时间久了以后他这里他都不敢穿，比如说夏天我们穿短袖子，他都不敢，他必须要护着好几层，把它护着严严实实的，而且呢，慢慢的、逐渐的，整个肩膀都打不开。他只要这个肩膀上一有问题，基本上这一天他什么的家务包括一些事都做不了整个人就围着这个肩膀转。他也尝试了很多方法，最后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后来机缘巧合之下，他去练习了一种功法这种功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锻炼的方法，叫做抡臂功什么叫抡臂功呢？就是把你的手臂像这个大锤子一样、大鞭子一样抡出去，就这么抡。他连续坚持练了2个月，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做小幅度的，后面慢慢的幅度越做越大，逐渐的就把肩膀打开了。不仅把肩膀打开了，而且整个人的气质现在看起来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肩膀挺了，整个人看起来从侧面看感觉也不一样。所以今天我把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呢一定要记得给我们的阿姨点个赞，然后我们一起来观看动作怎么去做。这个抡臂功呢，其实原理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的好学。它的原理就是说，让我们扭动我们的身子旋转。你看，手臂只要放松，在我们的旋转之下，它呢就会逐渐的，你看向两侧甩开，这是惯性，对不对？当我们甩开以后，到了末端的时候，把手你看一折，一个手打在这儿，背后的手呢尽量往上抬，往上抬，能抬多少抬多少。这个叫做什么？借用惯性去拉伸非常的简单。所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1、2、3、4、5、6来后背看一下来1、2、3、4、5、6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其实活动的都是我们的肩膀。那么咱们在做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简单很多的人他这个肩膀是打不开的，常年呢这个胸背之间是体态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先把手抡开来抡开来以后，手握空心你看手握空心，慢慢的进行敲击。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手都抬不起来，你只要在你的极限处慢慢的做就行。随着摆动，你逐渐适应了这个摆动以后，随着它的摆动增加，你看慢慢的把手再变大这么做就行，这么做慢慢的变大，幅度变大，这样就是在惯性当中把我们一些堵着的地方给它拉开了。你这个地方如果说越不能动，到后面它就会越堵。当你才通过动的时候，慢慢的就拉开了，拉开了以后呢，它慢慢的就能动了。你要知道，在外面找人帮你去拉，真的是又费力，你还不舒服。自己通过这个动作，就通过这个惯性，每天坚持坚持，不断的，他就把这个不好拉的地方慢慢拉开。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智慧。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好。
好了，今天的视频啊也就分享到这了。动作细节讲的比较多，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那么大家如果感觉视频好的话，一定要记得给视频点上一个赞，并且呢把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们。你的一个小举动很可能就帮助了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听过50肩这个词，为什么前面要加个50呢？因为有很多人到了50岁啊前后左右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肩膀上面，一抬起来里面咯噔咯噔响，这个肩膀的活动范围啊大大的受限。同时啊，这个天气突然的变化，刮风下雨天，里面就开始酸溜溜的。那么今天呢，我教你一个拿手的一个绝活。这个绝活啊叫做肩5点，准确来说是3点加2条大筋。你跟着我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甭管这个肩膀里面是不是咯噔咯噔的，或者活动起来啊，这个活动受限，你跟着我做完一边，挑选你左边或者右边重的这一侧，跟着我做一下。做完以后，咱们自己感受一下，感受完就有答案，好不好？这个呢，我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做，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收藏下来以后呢，就能够反复的观看，里面的细节是很多的，一定要记住啊。同时，你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好事。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动作。那么肩3点呢，其实非常好找，也非常好记。我们只需要记住3个点，哪3个点啊？你看，把我们的5指张开，然后往我们的肩膀上面一放，看到没有？放上去以后，首先我们记住第一个就是我们小拇指的这个点。小拇指这里，你看画一条横线过来，这么一画一条横线，手这么一放，小拇指这里画一个横线。我们一般是取中间的一点。中间的一点，我们前后动一动，拨一拨。那么在前后拨一拨的时候，你会发现底下跳出来一条大筋，大家跟着我慢慢去做。找到这条大筋以后，咱们怎么样？慢慢的把力量增加进去。先是轻轻的拨，找到这个大筋了，有些酸溜溜的，然后再把这个力量渗透下去。渗透下去以后，再慢慢的前后拨，自己感受一下。越来越重，越来越酸，就这种感觉，我们去坚持多少秒？15秒钟，自己数15秒钟。我带着大家一起去做，就这样前后拨一拨，感受一下。有了这种酸溜溜的感觉，坚持15秒钟以后啊，我们就把手怎么样？做完了，把手抬一抬，感受一下。你会发现手抬起来的时候变轻了，感觉这个大石头一下子给卸掉了一半。但这个还没结束啊，你记住，肩膀上面3个点。是一个点管一个地方啊，然后我们找到一个点以后，我们再来找第2个点。第2个点在哪里呢？从侧面看啊，侧面看，手这么一放，记住我们食指的位置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手掌扎开，它都是等身寸的，所以都一样啊。记住食指的位置，你这么上下拨，食指上下拨，感受一下。你再看我衣服的褶皱，食指的位置上面这个地方，你看是没有这个印的，没有小凹坑的这个地方啊，食指的原来位置，再往下面一摸，你看到没有？衣服是陷进去的，它是有个小凹坑的，我们就把这个手是抠着这个小凹坑的里面，这个地方食指的位置，它就像一个房梁一样，一个房檐，我们手这么一抠，抠进去啊，就这么样一抠进去，抠进去以后，手臂上下动一动，前后动一动，不用管，我们只需要把手这样抠住它，啊，这样把它抠住，前后动一动，左右动一动，随便怎么动都可以啊，自由活动15秒钟，手只要抠进去就行啊，抠进去，自由活动15秒钟。活动完了以后，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我们把手再松开，再活动一下，又轻了，这个石头又给卸掉了一大半。是不是感觉这个肩膀变轻了？有的朋友一活动，发现原来咯噔咯噔响了，它不响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2个点你找对了。咱们说肩膀上面3个点，每个点都会给你一个答案，是不是？拿到结果以后自己就有信心。咱们再看第3个点，手这么一张，往我们的肩膀上面一放，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看好，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咱们绕圈啊。这个地方是哪里？这个地方准确来讲的话，你点的位置是位于我们肩胛骨。你没听错，肩胛骨是在后侧，对不对？怎么会在前侧呢？因为肩胛骨它有一个嘴巴，叫做会突，尖尖的一个小圆头渗透出来，这个就是会突啊。你看手这么一放，大拇指绕一绕，慢慢的绕啊。如果说你没摸到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有的人不太明显，他摸不到，你就这样画圈。
就这样画圈，摸得到的你就顺着这个喙突啊，喙是什么？鸟的嘴巴，啄啊，凸起的嘴巴，就这样去摸，就这样感受15秒钟啊，把这个点给它松开来，松开来以后，哎，你再活动活动。这个肩膀完全不一样了，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咱们有很多人啊会感觉在触及的地方有一些大筋，像条索一样的硬邦邦的。为什么？你记住啊，通则怎么样，不通则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这3个点把它怎么样打开了以后，还有2根筋，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尖3点。再看一下啊，你看小拇指、食指、大拇指。就是这3个点，然后再看2条大筋，更简单了啊！手放在我们头后，这个时候你这么一抓，这个地方，这是胸大肌的筋啊，胸大肌的筋，拉着它上下波动啊，男女同志都可以去做啊，都可以去做，就这么上下去拉，拉多少下，就像拉这个小门铃一样去拉。拉多少下呢？你去拉一个10下、20下都行，捏住它，把它捏紧了。哎呀，一摸酸溜溜的。好，这个地方我们不多说。还有一个点是在哪里？这个点要重点讲一讲，是位于我们的后侧。你看，有的朋友手这么一绕过来，他能抓住这里有根筋，自己去抓。这是哪里？这是位于我们的背阔肌。那么大拇指点的地方呢？它是我们的肩胛下肌啊。为什么呢？你看啊，手这么一抬，肩胛骨展出来了，你们顺着腋下往里面去推，会推到一个硬硬的啊，手这么一放，它就滑过去了，就推不到了。手一展开，你就能推到一个硬硬的啊，就是这个硬硬的点。你如果说包不住这根筋，你就拿你的4个手指戳进去，这么转啊，转这个硬硬的点。你如果能包得到，你就把手这么包住啊，把这个大拇指往里面使劲的怼进去转啊，这么一包怼进去，这么你看大拇指在里面就这么转，转上多少秒？依然是20秒钟。包不住的就4个手指这么转，一样的啊，一样的。把这2条大筋松开，3个点打开，你再活动一下，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什么叫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能够从视频前做到现在，你是能体会到这种感觉的。好了，讲到这里啊，咱们话也不多说了。这个方法好不好，咱们心里面都有答案。有了这个答案以后怎么办呢？你帮我做一件事，把咱们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同时有用的打上有用2个字，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小小的赞。同时自己身边啊，如果有一些朋友这个肩膀啊不怎么好的，你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微博，在其他人那里啊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的肩颈啊越不好，你脖子上面就有2条老筋会变得又粗又硬又僵啊。这2条老筋呢，咱们称之为啊2把锁。我们大多数人啊肩颈不好，都是啊由它引发的。这2把锁在哪里呢？我用手啊指给大家看，大家看啊，我手摸的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摸一下。但凡你肩颈不好，你摸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它上面的皮肤啊，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光滑，反而会显得非常的粗糙。为什么呢？因为你肩颈里面堵了，这2根筋堵了，一些毛细血管当中的一些气血啊，不能及时的更替，所以皮肤啊会变得特别的粗糙。其二啊，就是手啊，只要用力的一捏，你会发现无非2个现象，一个啊是酸疼窜麻啊，就是你一捏这个酸感啊，可能都放射到这个肩胛骨后面，甚至啊这个头上面都有感觉。第二个呢，就是你一捏它没有感觉了，就没有任何知觉啊，就是捏进去以后啊就不疼了，这个更为严重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气血啊不够流通。正常的肩膀啊，咱们捏起来以后啊是有弹性的，微微有些发酸。但是如果啊你发现你的肩颈不好，并且这2条筋又僵又硬，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用心的去看，我会教你一套方法解开这2把锁，让你的肩膀啊变好起来，而且呢做完以后啊你会明显的感觉特别的轻松。那么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不要忘记了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因为很可能你一划走这个视频找不到，那就亏大了。好了，现在啊咱们来讲动作。首先这个动作啊来自于道家，它是一个手印，我给大家做一下。我们先把大拇指按在小拇指的指甲盖上，中间啊你看空着一个孔，对不对？
把3根手指呢慢慢的塞进去，塞到这个孔里面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大家看我的手那么2只手都要这样做。你刚开始做的时候，你可能会做的不习惯，然后呢就导致了就是做起来很难受。但是我们尝试用手帮个忙，把它塞进去，形成这样姿势，保持不动就行了然后呢，我们形成姿势以后我这个3个手指，你看中间的3个手指要使劲的往外绷，就这样往外绷发力。然后我大拇指按着我小指甲盖这个手指呢，你看就要往下去压形成了一个对抗的力3个手指往上，2个手就往下压，形成这样一个绷劲大家看，形成了绷劲以后呢，我们这个手先不做，然后呢，你把这个肩膀往上抬一抬，你会发现。当你的手形成一个绷劲，这个手势的力量就出来了。整个肩膀抬起来以后你看两侧一对比就会发现明显出现一个区别那我形成绷劲的这个肩膀就会更加的轻松感觉仿佛就轻飘飘的，对不对？那么我们2个手如果说你刚刚做的可以了，那我们2个手都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放在我们脐上就贴着我们的肚脐往上一点点，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身体坐直2个手再耸一耸肩，形成这个绷劲，肩膀活动真的很轻松的有这样感觉以后，我们开始来做，你看手往前、往上、往下我们绕一圈，再来往上、往下，再绕一圈。好，然后我们配合呼吸怎么做呢？你看上去的时候吸，上半圈吸，吐，回。好，顺时针、逆时针都要做来吸，你看这半圈吸，吐，再来吸，吐，就这样我们正常做一个一来一回算1次，我们正常做一个5次左右，然后再活动一下你的肩膀，你会发现你的肩膀完全放松下来了。这个方法不需要你去触碰我们肩膀上面这2条锁，只需要通过一个手势，再加上我们的通过呼吸去调理，打开我们肩膀上的经络，我们的肩膀就会快速的放松下来，这2个筋会快速的变松。那么你做了这个动作感觉有用的，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一点如果说你长期这个肩膀劳损摸起来非常的僵硬，甚至有一些串的感觉往头上往后面肩胛骨那么光靠做这个动作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再加上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我在这里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黑科技。这个黑科技已经帮助了很多人改善了他的肩膀，就是这个呼吸罐。不仅我的家里面人在用，就连我的亲戚看到他们用的好，他们也跟着也在用这个呼吸罐。这个呼吸罐非常的好用，好用在哪里呢？给大家演示一下。假设我的肩膀经常不舒服、僵硬，我就把这个口子罐口对上去，对上去以后，我们只要按上，上面有一个开关，按下以后呢，它里面就开始工作了。它会以呼吸的形式就是一抽一放，一抽一放，快速的把我们僵紧地方的皮肤给它拉起来，再放松，再拉起来，再放松，就在这么一牵一拉之间，就把我们里面的一些气血给活了。那我们要知道很多地方堵都是由于我们的气血不通。当我们的气血流通以后，就会把我们里面整个张力给它打开，经络打开，这个时候地方通了，我们这里就变好了。同时呼吸罐上面有一个灯，这个灯非常有用，就是对于我们长期肩膀不通的里面有一些炎症的，都可以用这个灯来达到帮助我们快速消除炎症，提高局部血液循环这样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呼吸罐非常的好使，而且呢不仅仅是针对我们的肩部，比如说日常当中我的膝盖不舒服了，我也可以放上去。我的脚底感觉湿气有点重，我也能放上去。甚至我的腰部感觉难受，我也可以往上一贴，只要按一下开关，它自己就会开始工作。这个方法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咱们把今天教的第一个方法再加上这个罐子在一起练习，无论你的肩部它有多么的不好不通，那么通过这个方法一套下来，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肩膀上面的这2条筋摸起来逐渐就开始变得有弹性，而且这个肩膀会变得更加的轻松。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也希望大家把这么神奇的一套方法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谢谢大家。